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一颗迷你型的香水文心兰，黄色的品种，然后也顺便讨论一下这颗兰花它目前的一个种植方式，还有我对它进行的一些养护措施，还有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对这种兰花在我的环境里面，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在这边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颗黄色品种的迷你香水文心兰呢，在2019年的1月底左右，全部开花，就是该有的花苞、该开的花苞都全部打开了。那这个黄色的呢，其实比起我的白色品种、粉红色品种来说呢，还要再新一点。因为呢，这一颗当时我其实是没有这一颗的，但是是到了德州之后，我才购买了这一颗。但是其实这种迷你型的香水文心兰呢，在台湾啊，一般来说不是太少见。而且呢，我知道有专门的兰园在台湾啊，他们做蛮多这样子这种迷你型的香水文心兰，而且他们好像还培育出许多颜色不太一样的新品种。那只是说你要遇到这种兰花，它的一个时间点啊，就是比较接近是冬天通常都是11、12月，因为呢，有时候台湾呢也会称这种兰花叫做圣诞文心兰吧，因为它开花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2月左右。那这颗兰花目前它是属于水培的一个种植方式，原因呢是这颗兰花当时我在买回来的时候，发现它的根系就没有非常的好但是呢，其实经过水培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呢，它其实也没有长出太多的根系，所以其实我还在思考，还在考虑中，我是不是要再把它重新种回去有介质的一种种植方式。但至于是什么样的介质呢，我还没有决定，可能是水草，可能是介质的半水耕我还在考虑，就是说它的一个好坏。一旦做了决定之后呢，我会再用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影片的片段也是一样，这颗兰花当时盛开的一个影片。不过这个影片呢，我就把它的这个蓝色的外杯拿掉了蓝色的外杯，如果你是比较新的频道兰友的话，你可能会不太知道这个蓝色杯子的作用，所以我在这边顺便提一下，这个蓝色的杯子呢是在用来阻隔阳光的一方面是美观那另外一方面是阻隔阳光。因为呢，水培水耕的这种种植方式呢，如果阳光照射太过于多的话呢，很容易在杯内会产生青苔，可能在根系上面，可能在杯缘上面，所以呢，用外杯来做阻隔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能够避免掉许多不必要青苔的产生。不过这个跟大家说过了，如果青苔对你来说不是有美观上的一种障碍的话，它其实就不是一个问题。那你也有看到这些球茎有一些它上面有一些白白的东西，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比如说有时候比较湿的情况那可能多余的肥料的残留当这颗兰花花结束之后，我会把花梗剪掉，我会再用清水加以清洗，把这些东西呢可能用比如说像水彩笔或是毛笔这样子轻轻的把它刷洗掉然后再让它晾干，保持通风就没有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边看着这一颗兰花它的一个花梗成长、花苞成熟的一个过程的照片记录，然后呢也一边的讨论一下就是这一种兰花的一个养护那刚刚你有看到就是在12月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它的花梗已经很长了。其实
我记得有一年这种迷你香水文心兰呢，在8月的时候就开始长花梗，一直到了年底才开花，所以它的一个过程是3到4个月。那你这边看到的是12月初，它花梗那时候已经很长了，然后开始要长花苞然后一直到了就是2019年的1月12号左右，它的第一朵花才开始要开所以说这种兰花呢，它也是需要一点耐心的就说从它开始长花梗，你看到花梗你很开心，但你不要开心的太早，因为这种兰花呢，它的一个长花梗的速度不算慢，但是它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长到它的要的长度，然后呢才开始长花苞。那从长花苞到开第一朵花，大概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4-5个星期然后那看你的花苞的数量从开第一朵花到一直到全部打开，在这一颗黄色品种来讲大概就是2个星期左右。那养护方面呢，因为这颗兰花的根系很细，那这种兰花虽然它有球茎有保水，但是它的根系也是不喜欢完全干掉太久那又因为是水培的关系，所以呢我在肥料上面呢一定还是用我一般的1/4浓度，25%的浓度那水的方面呢，一般来说我还是就控制在杯底，就是根系大概1/4到1/3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我会在根系杯内快要全干的时候呢，斟酌当时的天气的一个状况，还有室内的湿度，我来决定我是不是要给它一个干旱期，比如说1天，最多2天然后我就会再重新加水进去那我施肥是每隔次给水的时候我才施肥，所以大概就是1个月会接触到1次肥料。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它一直都在有水的情况之下，其实它那泡水的那7天10天2个星期其实一直都是在那样子有肥料的水里面，所以它还是一直都有在吸收的。那另外你也有可能发现这一颗兰花它的几片叶子的叶尖有呈现一些就是枯黄的现象。那经过我的调查跟一些询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兰友跟我分享，其实有2派说法那一派呢是说跟养分营养有关，那另外一派的说法是说跟这个环境上的湿度有关那我个人其实这2个派别的说法其实我都相信因为呢我个人是觉得，因为我在养分上面就是比较懒惰，我没有针对每一种特定的兰花就给多少或多的肥料，我大概就是1/4，然后就是一概通用所以可能这一颗兰花会需要多一点的肥料也不一定。那在我的环境里面呢，因为有时候我会开加湿器，那有时候比如说我出差不在家去旅游那我加湿器不会一直开着，但是我中央空调会，但是因为中央空调呢会比较容易让空气会比较干燥，所以其实养分跟干燥上面的这样的变因呢，在我这个环境是都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叶子枯黄的影响。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呢，我再想办法来看看能不能改变就是这样的变因，看看这颗兰花在今年的这个生长，特别是它现在其实你刚刚应该在影片有看到它在就是球茎的2侧有一些小苗侧芽正在生长，所以就要看看今年是不是有办法把这些变因呢能够稍微改变一下，看看它这颗兰花今年的新长出来的侧芽新的小苗会不会有比较好的状况。有兴趣的朋友对这种兰花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到花市去问问看。那如果你是在美加地区或是欧美地区的话，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上网路去跟专业的这个兰园来订购，因为这种兰花一般来说是不会在商店卖场看得到的。
最后呢，差一点要忘记，这颗兰花啊，它也是有香味，而且这个香味，黄色品种的香味跟白色的非常类似，就是甜甜的，香香甜甜的，让我想起了就是糖浆的味道哦，然后跟香草的味道。不知道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你是不是也非常的有兴趣，想要购买一颗回来试试看，养养看呢？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